昨天把我儿子送走了，哎呀，这个假期终于结束了啊！我觉得这个假期还是非常成功的，尤其是在甘肃境内，每一天我们就开着车走各种的盘山路啊、县城啊、国道啊，他能看到非常多城市里面见不到的地貌啊、建筑啊、风土人情。我觉得比起他在家里写作业、长文化知识来说，开阔眼界是更重要的。而且我也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啊。但是最后在长沙待的这半个月，稍微有点无聊了，并不是说长沙的问题啊，是因为对于我这种不怎么喜欢吃，但是非常注重自然风光的人来说，长沙正好是一个相反。所以我一直觉得城市和人一样啊，它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能量场，就看跟你契合不契合了。长沙真的人太多了，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了，所以对于我来说呢，就是自然景观可能比人文、比美食、比生活便利，更加重要。每个人的喜欢的点不一样啊，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所以下一段路程我肯定还是以自然风光为主，最终的目的地肯定还是无限的靠近大自然。今年这种频繁的在路上的旅程结束了，我下个月会找一个固定的地方待下来，然后我们就继续开始训练了。说实话，好长时间不健身不锻炼，我也是有点不适应，我每一天都想去做一段普拉提。哎呀，我感觉除了甘肃这个路上的景色就没啥好看的，就只剩下赶路了。现在我走在的是啥？我也不知道这是啥的。我给大家盘一盘，从4月份出来给我一些惊喜的小城吧。首先说我对自然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我喜欢的城市必定是那种人少景美的地方。曾经我跟一个朋友说，这一块也还是挺好看的。所以我跟一个朋友说，你让我在大自然里面啃馒头都行。我那朋友说，你为啥要在大自然里面啃馒头？你吃点好吃的不行吗？我的第一站去的是安徽皖南。其实安徽所有的城市我都到过，有违法拍照。这一次给我最惊喜的城市是吉西。吉西不但是徽菜的发源地，而且有非常多的古村落，就是它的古村落是一个接一个的。我去看过一个叫什么龙须村，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就是整个那个田园风光，还有如果要是你去的是3月份的时候，油菜花遍地，还有就是那个烟雨蒙蒙的感觉，然后白墙黛瓦，太美了。然后走了河南，河南我没有去，河南去的城市不是很多啊，你像那个省会我都没有过去。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登封市，就是有少林寺的那个城市。我本来想在登封路过一下，结果好到连住了3天。就是它的路又平又宽，然后因为有嵩山嘛，就是前面是一座大山，特别的漂亮，而且那有一个烧饼超级好吃。我离开了那个登封，就再也没有吃到那么好吃的烧饼。然后整个青海都非常的棒，青海哎呀，太美了，我真的就是这个青海啊，也可能是我去的时机是正好的，就是6月中下旬。车也少，温度也正好，然后草也长起来了，然后牛羊也好，并且在整个青海开车基本上是没有上头的，就是非常的能体验那种自由的感觉。甘肃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玉姑族自治县，那个也是我此行去过的我认为最棒的一个城市，它简直就是世外桃源，真的就是世外桃源。那个我还专门出过一期视频，苏南玉姑族自治县在张掖。然后就是整个张掖太棒了。张掖是我此行目的地唯一一个想2刷的城市，因为我在那儿待了半个月，我竟然没有玩完整个它的地方，像很多雪山啊、草原啊，我都没有去，每一天都有可玩的，就不像我在长沙。当然这不是说那个不喜欢长沙的意思啊，实话实说的，像我在长沙待了半个月，我可能玩那么3-4天就已经全玩完了。还有哪？还有就是重庆万州区，城建非常的棒。我感觉就是跟重庆简直一模一样，但是要比重庆人少多了，并且美食特别的多，完全没有踩雷的。差不多了。这个就是我去过的今年走过的这一些城市里面最给我惊喜的几个地方。今天这个视频就是纯唠嗑局啊，因为你也看到了这一路上没啥可让我停下来的。今年1年的计划，我不是4月份出发的时候发过一个视频嘛，主线就是走青甘大环线，因为青甘大西北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啊，想了好几年了。这个完成了，并且完成度我给它打100分，真的太棒了。本来的计划是带我儿子走河西走廊，然后穿甘南到成都，结果第一河西走廊请沿248省道继续行驶11公里。我就是从那个
青海那边绕过来的到张掖，结果我实在是没有力气再绕回去了，并且那会儿去的时候人太多了，就是一些项目高窟啊什么的，完全都买不到票啊。第二就是甘南今年不是暴雨嘛，就完全到不了。我们在甘肃的最后几天，就完全被暴雨打乱了行程，好多地方都直接封路了。本来想的是今年的冬天是在云南过的，但是因为2个原因，第一就是暴雨，就是那个甘南走成都的那根线走不到了，我就转到长沙这一块。第二就是有朋友在惠州，想过去找他，所以改变了目的地，也就改变了后面的一些行程。但是川西啊，这个是我打算明年要去的地方。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我定的这一条路好顺呀，那个游完环线之后走甘南，然后到川西，结果我完全没有考虑到我是一个人。其实我觉得体力还行，我并没有就是身体上非常累的情况，但是每一天做决策，脑子是真累呀。就是每一天我都要想的是去哪里，走哪个路线，然后住在哪里。所以就是一个人还真的是累。我明年就打算从贵州走川西，贵州也是我一个十分向往的地方。在广东路过了乐昌还有韶关，就我现在走的这个英德，我还是挺喜欢的。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啊，刚开始开车，我大概开一圈，我就能知道这个城市我会待的舒服不舒服。然后我把车停下来，基本上我就不动车了，我会坐当地的公交车，因为公交车一般会走一下市里面比较繁华的地方，彻底的感觉你的气场和这个城市的气场适合不适合。比如说像这个英德，我觉得就还挺不错的。如果要是你在一个城市待得特别的不舒服，就是无来由的烦躁，哪怕是你从小长到大的家乡，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们俩的气场不合，你可以换一个城市试一下。我今年就尤为明显，就是有的城市你到了就会特别的高兴，有的城市你连动都不想动。我住的这一块叫巧克力小镇，好像是一个度假区。本来我没有打算走英德的，当然就是因为看中了它这一片湖，所以决定来这儿住一晚上。好漂亮啊！而且不是非常的热，就是它是热，但是不是那种闷热的感觉。那边还有山，看这是晚上有夕阳的时候，哇，看远处的山，一层一层的，真的就像水墨画一样。看这阳光照在身上的样子，太漂亮了，必须得给大家录一个。这个就是出来玩了4个多月最真实的身材。腿粗是一定的啊，因为天天都在用腿嘛，不管是开车还是走路还是爬山，并且我本身也是梨形身材，但是肚子还行吧，看肚子还是比较平的哈，一直没有起来，并且我在甘肃的时候就是猛炫碳水，天天就是碳水加碳水。希望我在惠州也能找到一个这么漂亮的房子，就能带着大家一起健身啦。